一个在韩国最大经纪公司训练了6年的女人，在最顶峰的时候选择出走，2年赚了200亿韩元，她是不是命中注定就是一个自己当老板娘的事业女性？今天我们来分析金珍妮的星盘，根据已公开的出生日期和地点排出相关星盘，非常有特点。她的月亮位于天秤座和天蝎座的交界处，同时也是星宿、分支者和后承者的交界点，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用上升星盘或月亮星盘进行分析，我们采用 BNN 法则进行分析。用传统方法来看，女命以金星作为命主，她星盘中的几个行星非常特殊，木星和土星加速顺行，火星也在加速顺行，同时被太阳燃烧，水星被太阳燃烧，正在逆行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，土星和木星隔了一个宫位，它们会同时作用在2个火象星座上，白羊和狮子，加上木星本身就在射手座，3个火象星座形成了一个能量三角。也就是说，这3个星座以及它们对应的宫位，它们之间的能量是相互流动的。特别是木星所在的3合位置需要尤其注意，因为木星自身的能量特点就是会放大与优化宫位的特质，所以在金珍妮的星盘中，火象星座的能量会被木星放大，而由于土星的限制与制约作用，火象星座的3合流动会被限制，火象星座的能量向射手座倾斜。而木星对于女命来说，是一个人荣誉与恩典的代表。木星位于她的11宫，借由太阳、火星、水星传递能量，这代表了她生命能量来源的能量传递链。木星掌管双鱼座和射手座，木星位于这2个星座的时候，被称作是入庙状态，而特别是如果木星位于射手座前10度的时候，被称作是木星的强势状态，这是能够带来非常吉祥的能量。而木星的含义包括恩典、荣耀，所以它天然就自带一种红气。再看土星，土星和金星同宫，土星在 BNN 占星里面主要代表着事业，所以他生来就是走事业路线的，他越倾注于自己的事业，就越能展现他自己的魅力。再来看他们与木星之间的这个宫位，相当于金星的第12宫，代表着他的人生动力来源，但也可能会给他带来压力与拖累。这里面有太阳、火星、水星，太阳代表着他的父亲、领导人物，火星代表她的丈夫，水星代表她的恋情、朋友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她注定是要成为一名事业女性，也注定需要跳脱出原来的公司，独立成长。同时，她也不能过于沉浸在恋爱当中，必须要适当调和。她的爱人当然能够托举她，给她资源，但长久也会拖累她。另一边的第2宫是嫉妒，在 BNN 占星中，这是他人生需要面对的课题。嫉妒的含义是精神层面、解脱、灵性，也就是说，他在金钱、物质、事业、荣誉等方面可以很轻易的获得成功，但他会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比如探寻自己内在的自我，追求人生精神层面的理解方式，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的时间，某些阻碍性事件会驱动他思考这方面的问题。最后2个行星还剩月亮和罗喉。先说罗喉，罗喉位于金星的第8宫，罗喉在 BNN 占星中的意思主要指的是海外官非事件，而第8宫的位置代表了隐秘的不协调事物、突然的转变。恰巧他宣布了近2年个人 solo 以来的收入大增，因此需要特别小心被针对税务问题以及法律合同中暗含的危机。再看月亮，月亮位于金星的第10宫，属于水象星座，与双鱼座的嫉妒形成了3合能量流动。月亮特别指代情感与情绪，与嫉妒在一起，激活了嫉妒和情感层面的组合，因此他对于情感、精神、灵性方面的追求，比单一的嫉妒在第2宫会更强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 BNN 占星法来勾勒出他这个人的轮廓，极具个人魅力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而且赚钱也容易，上级和爱人可以成就他，但他需要学会独立成长，否则会被这些人拖累。他会倾向于追求了解自己内在的自我精神，了解灵性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。另外，他的人生需要特别小心官非事项的困扰。说完了他的圆盘，接下来我们用真实事件结合行星过境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时间点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出道时间。出道时间在2016年的8月，我们查询当时的行星过境。对于 BNN 的分析方法来看，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土星、木星、罗喉和嫉妒。在出道的当时，木星和罗喉一起过境狮子座，嫉妒在罗喉对宫的水瓶座，土星过境天蝎座逆行。在 BNN 占星中，如果一颗行星逆行，需要考虑行星所在的上一个星座，也就是需要同时关注天秤座，以金星所在的宫位标注宫位。这样，嫉妒过境第1宫，木星和罗喉过境第7宫，土星过境第10宫，并且逆行回到第9宫。因此，4颗主要的行星都作用在重要的宫位，本宫、对宫、3合宫，这几个宫位都是强激活宫位。嫉妒的过境在第1宫的能量最大，它代表一种精神层面的觉醒，但在现实层面仍然会有阻碍，这种阻碍至少持续了1年半。他们团体从出道训练到正式出道，一路走来都格外不易，这般磨砺也让他的内心不断成长蜕变。第2股强劲能量来自对宫的木星与罗喉，罗喉和嫉妒向来成对显现，象征着执着的追求，处在人生扩张阶段，既有突如其来的好运，也有可能遭遇意外变故。而木星能够制衡罗喉带来的负面作用，作为象征福祉的星体，它会带来名望与顺遂。Blackpink 刚出道时口碑热度俱佳，背靠大型经纪公司，迅速收获了海量粉丝。但仅仅1个月过后，木星运行至下一宫位，这份加持的好运也随之消退。所以从金珍妮的人生轨迹里，也能窥见组合当年的发展态势。和同期女团相比，她们的发展走势显得格外特殊。明明人气基础不俗，出道后却陷入漫长的空白期，专辑发布间隔也十分久远。
土星代表着业力约束，也指引着人去完成人生既定的使命。彼时以偶像身份开启演艺之路，投身行业发展，就是他注定要经历的历程。后续土星行经第10宫，能量牵动本命星盘里的月亮。这段岁月里，他扛起诸多责任，也迎来了人生必经的考验，接连面对各式坎坷与难题。时间来到2018年年末，他成为团队里首位推出个人单曲专辑的成员，作品一经发布，再度收获超高关注度。彼时木星快速行经天秤座，随即迈入天蝎座，又一处星座交界地带。停留在天秤座期间，木星的吉祥能量通过3合宫位作用于金星，同时也影响到月亮。这段时光里，事业收获佳绩，内心也得到慰藉，实现双重满足。个人 solo 出道便爆红出圈，同期也爆出恋爱相关传闻，这也是木星能量作用下很典型的表现。之后他和权志龙的恋情也被大众知晓，那段时期木星行经摩羯与水瓶座区间，持续为他带来助力。待到2022年木星走入双鱼座，这段感情也画上了句号。这个阶段本命星盘里的嫉妒与月亮能量被唤醒，他也迈入了追寻精神内核的全新阶段。感情落幕的同时，事业运势顺势攀升。在此期间，土星运行至水瓶座，开启了他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奋斗阶段。褪去刚出道时的青涩，做出事业相关抉择前，他内心几经权衡斟酌，最终敲定发展方向。2023年年末，他正式成立个人经纪厂牌。2024年全力开拓海外市场，接连拿下品牌代言，发布个人音乐作品。从2025年末至今，土星行进至双鱼座，触发了本命盘中嫉妒的能量。独立发展，迎来事业财富飞速增长的同时，他的内心也始终处在拉扯状态，一边紧抓事业版图积累财富，一边不断重新认知自我，定位自身。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在经纪公司苦练6年，身价不菲，为何事业抵达巅峰之时，他毅然选择离开原有平台？结合星盘分析，答案已然清晰。从命盘格局便能看出，走向独立发展是大势所趋。年少时可以依托外界资源成长，但终究要独当一面，才能彻底施展自身天赋与能力。短短2年斩获200亿韩元的收益，足以证明她的经商与从业实力是名副其实、能力出众的事业型女性。种种经历都和星盘特质相互契合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